也許你聽過選擇大於努力這樣的話，人生路其實就是選擇的過程，在人生岔路上做出選擇是每個人的必然經歷，但該如何正確選擇？先聽完故事再分享乾貨。戰國中期的雲夢山，終日雲霧繚繞，山間的水聲仿佛亘古不變的嘆息。一個名叫王許的年輕人選擇在此隱居，後世稱他為鬼谷子。山下是列國紛爭、金戈鐵馬的喧囂世界，人人渴望建功立業、封侯拜相。他的好友，一位出身魏國貴族的青年，正是這洪流中最激進的浪花。這位青年天資聰穎，懷抱一人可興一國的宏偉志向，視權謀與遊說為平定天下的唯一利器。他拜別鬼谷子時，眼中燃燒着不滅的火焰，堅信自己能將這亂世縱橫捭闔，玩弄於股掌之間。他先是吸入強秦，在咸陽宮廷，他觀察秦王的神色，揣摩其吞併六國的野心，隨即獻上連橫之策，言語犀利如刀，直指東方諸國的軟弱。秦王動容，許以上卿之位。青年志得意滿，終日周旋於權貴之間，以飛錢之語抬舉同僚，以揣情之術窺探軍心。他的世界只剩下一張巨大的列國輿圖，每一個標記都是他慾望的坐標。故有來信提及山中蘭花開得正好，他只瞥一眼便置於燭火之上。他覺得自己正握住時代的命脈，過去的悠閒是種不可饒恕的浪費。3年後，秦國內部黨爭驟起，他精心構建的關係網一夜崩塌，曾被他勾起所好的同僚，轉而成為攻擊他最狠的敵人。秦王一個冷漠的眼神，就將他所有的功績化為烏有。他被驅逐出境，狼狽地回到魏國，家已不似當年。母親的眼睛因常年流淚變得渾濁，妻子沉默地操持家務，指尖是粗礪的繭。孩子看他如同看一個陌生的訪客。他試圖用帶來的金銀珠寶填補空白，但室內的空氣依然凝固。他第一次感到自己像一件擺設，與這個家格格不入。不甘失敗的他再次出發，轉向南方的楚國。他變得更加謹慎，研究底西之道，試圖在複雜的宮廷縫隙中尋找立足之地。他學會了更隱蔽的魔縈之術，像陰影一樣探尋他人的秘密。他成功了，再次獲得權柄，但代價是夜夜驚夢，對任何親近之人都充滿戒備。他收到鬼谷子托人送來的竹簡，上面只有8字：欲多則心散，心散則志衰。他嗤之以鼻，認為這是失敗者的慰藉。他將全部精力用於鞏固權力，家書從1月1封到半年不見一字。直到某個秋日，信使送來噩耗，母親病危。他星夜兼程趕回，見到的卻是墳前新土，跪在冰冷的墓碑前，四周是死寂的田野。他突然看清了自己的人生，像一隻疲於奔命的陀螺，在忠君與孝親、事業與家庭、權欲與安寧這兩極之間瘋狂旋轉。他以為自己在駕馭他們，實則是被他們撕裂。他渴望同時握緊所有，結果兩手空空。追求縱橫天下的目標，卻讓不擇手段的奔波本身吞噬了所有目標。奔喪結束後，他沒有立即返回楚國都城，而是獨自登上城外的矮山。西風蕭瑟，他望着通往雲夢山的方向，第一次對自己堅信不疑的道路產生了徹底的動搖。山下的道路縱橫交錯，如同他紛亂半生的寫照，每一條都似乎指向成功，卻都繞開了內心最終的歸處。你有多久沒睡過一個踏實覺了？你之所以心神疲憊，都是因為你既要又要還要的慾望。我們從小被教育
既要成績好，還要性格好；既要事業成功，還要家庭美滿。但現實是，當你什麼都想抓住，往往意味着什麼都抓不牢。這種無處不在的撕扯，才是現代人內心沉默海嘯的真正源頭。問題從來不是選擇太少，而是我們妄圖同時忠於兩個背道而馳的目標。這種妄想讓我們活成了一場持續的自我戰爭。物理學裡有個絕妙的比喻，表面張力。一滴水為什麼能懸在葉子邊緣而不破裂？不是因為它堅固，恰恰是因為內部水分子相互拉扯的力達到了微妙的平衡。這股向內收縮的力就是表面張力，它讓水滴保持球形，用最小的表面積包裹最大的內容。這像极了我們的人生，你的精力、時間、情感，就是那有限的水分子。當你把事業往一個方向猛拉，把家庭往另一個方向猛扯，這層脆弱的人生薄膜就會被拉伸到極限，變得透明、緊繃，隨時可能崩潰。這解釋了為什麼平衡是個危險的幻覺。真正的平衡不是靜態的、五五開的平均分配，那是死水。人生的平衡是動態的、充滿張力的和諧態。就像繃緊的弓弦，正因為有向兩端拉伸的對抗力，箭才能射得遠。鬼谷子講的五和，精髓就在於此。和不是你好我好的和稀泥，而是在對抗性要素之間找到那個能讓系統迸發出最大能量的支點。這個支點絕不是正中心。你想讓箭射得遠，手指扣弦的位置就必須更靠近自己這一端。這意味着你必須做出傾斜，必須確認哪一端是你的目標，哪一端是不得不承受的代價。世界的運行邏輯從來不是靜態的和諧，而是動態的張力。對抗產生能量，所以核心觀點就一句話：人生是戰略取捨，不是戰術平衡。停止追求那個不存在的完美終點，開始尋找屬於你的張力支點。你覺得累，問題不出在你的能力，而出在你的戰略。你混淆了目標和手段。為了家庭幸福是目標，而努力賺錢是手段，這沒錯。但當賺錢的手段變成了無休止的應酬、失聯、情緒消耗，它就開始腐蝕家庭幸福這個目標本身。這時，你忠誠的對象已經從家庭偷偷換成了賺錢這個動作。你陷入了手段的慣性，卻忘了為何出發。假設給你幾個選項：事業、家庭和社會地位。現在問問自己，如果40年後躺在病床上，我只能為其中一項的成就感到無悔，是哪一項？這個讓你死而無憾的東西，就是你的原目標，其他所有都是服務它的變量。別欺騙自己，對很多人來說，那個答案是家庭，但可悲的是，他們每天90%的精力都投給了事業。這就是一切內耗的根源，目標與行動的徹底錯位。如果你的原目標是家庭價值，那麼你職業發展的所有選擇都應該加入一個剛性過濾器：是否有利於我穩定、高質量的陪伴家人？一個需要常年海外出差的高薪晉升，可能就必須放棄。這不是犧牲，這是戰略聚焦，把本該分散給追求職業巔峰的精力，集中到尋求職業穩定與可控時間上。你的資源分配必須呈現明顯的非對稱性，70%的優質時間和精力砸向你的原目標，剩下30%用來維持其他方面不崩潰即可。允許其他領域足夠好，但不追求最好。接受這一點，你就解除了大半痛苦。別妄想兼顧，兼顧是弱者的貪婪，強者都懂得聚焦。你的痛苦不是你無能，而是你太貪心。
妄圖在2個相反的方向上同時成為冠軍。生活不会因為你左右搖擺而獎勵你，它只會獎勵那些咬定一個方向，把路走穿的人。蹺蹺板的遊戲，贏家從來不是站在中間的人，而是看清哪一端對自己更重要，然後毅然做下去，並享受隨之而起伏的人生風景的人。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內容，看懂點讚，希望對你有用。歡迎訂閱，更多分享，下期再見。